科技有溫度，吐槽有 model， 整活很鬼畜。這裡是主觀獨立不用慌的黑絲科技大咖司機，我是司機小新。今天我們來到超美的雁西湖，體驗風雲 A9的動態表現。這條線路將覆蓋城市通勤、連續盤山彎道、高速巡航這些我們日常出行的常見場景，妥妥的新車綜合大挑戰。到底風雲的第一款純電轎跑能不能順利通關呢？現在我們直接出發。现在我们已经开上了雁西湖的環湖路了，這風景是真的可以給到夯。整段路是又平又直，視野也特別好，屬於我們日常在城區或者是去近郊自駕玩的常見路況。汽車動力，剛才起步那一腳電門給我的反饋非常線性，是踩多少有多少那種，完全沒有很多純電車那種摻的感覺，很跟腳。方向盤用的順手嗎？順手，至少像女孩子用起來的話是比較適中的。像這種緩彎比較多的環湖路呢，小幅打方向的時候，車身的跟隨性是特別精準的，屬於算是那種指哪打哪的感覺。注意前方高能了，接下來這段跑山熱門線路 S 彎跟上下起伏，坡道特別多，駕駛難度不小。我直接啪的一聲開啟了輔助駕駛。你這種人最精了。說好的有路就能開，那就用不着客氣了。風雲 A9 這輔助駕駛表現還挺穩的，過彎或者是旁邊有摩托車都會提前收一點速度或者繞行，而且連續過彎的側傾它控制的非常克制，底盤調教的是偏穩重的感覺，沒有明顯的晃動感。路面的那種細碎顛簸呢，也是過濾的很柔和。跑完山路正好來吃個午飯，順便看看它的自動泊車表現怎麼樣吧。開始泊車，注意周圍環境安全。那是激光雷達，比你2隻眼都靠譜。上次4方位停車，等你自己停完，我們差點。不講。午餐後繼續出發。嗨，小琪。屬下我聽着呢。幫我導航到日出東方海濱司機酒店同埋放周杰倫嘅歌。查找到多個結果，要選擇第幾個？第一個。好的，我能做。好的，識別還挺準確。3納米的8678發力了，終於不是8295了。對車機來說，旗艦芯片的性能呢還是有益處的，但車子不像手機用個2-3年就會換嘛，所以用8295也是很正常。但用8678呢就更能佔未來了，特別是現在15萬級純電賽道了，捲成麻花，就新車要出彩的話，一定得拿出同級裡人無我有的東西。怎麼說呀？就比如風雲 A9這個70度的犀牛電池，奇瑞是真的下了狠勁了。現在新國標剛落地，它不單只全部達標了，還全給了安全兜底的保證計劃，這點就很加分了。確實。還有23揚聲器的博雅之音，就算電池這種技術流普通人是不關注的，但聽感好不好還是很值給的嘛。還不錯，感覺低頻下淺深，但是不怎麼轟頭。還有你這個零重力的副駕，剛才出發前我最先試的就是這個。現在網上不是流行打工人在車裡午休嘛？但就我們這種午休時間特別短的牛馬來說，要到後備箱先放倒座椅，再鋪床墊，又這又那的，是一點都不科學。剛鋪好就到點就回去上班了。就是真上過班的都知道，零重力副駕就夠了，坐上來一鍵開小氣模式，我就當場見周公了。而且按摩、通風、加熱全都有，幹嘛還要躺梆硬的薄床墊呢？你可以拍一下周圍的內飾材質，它的軟包覆蓋是豬公皮，還有類似麂皮的那種質感，搭配了白蠟木的紋理裝飾。雖然是環抱式座艙，但線條夠簡潔，比較溫馨不壓抑，在這午休真的鬆弛感拉滿。OK， 跑圖已經告一段落，最後帶紳士們淺品一下風雲 A9 的顏值，看看紅點獎倍數的設計夠不夠驚豔呢？整車是標準的轎跑溜背造型，寬體低趴，
線條流暢，在動感和優雅之間有微妙的平衡。沿湖拍照很出片，側面看很明顯的短前後懸設計，屬於是把空間留給了乘客，又把操控給到了司機，坐着舒坦，開着靈巧。今天跑完這一整圈，我的感受很直接，在平路上夠安靜舒服，跑山和上高速的時候，輔助駕駛能幫我分擔不少壓力，而且面對連續的彎道和顛簸，底盤的扎實勁兒也給足了信心。所以15萬的預算真的能買到高品質的純電轎跑嗎？放在今天這個車企瘋狂內卷的環境下，答案是肯定的。而且先低配引流，再高等級森嚴的那一套，現在已經行不通了。像風雲 A9 就把很多同級獨有或者領先的配置直接做了全系標配，比如70度的犀牛電池，23個揚聲器的博雅之音，副駕零重力，8個安全氣囊，還有獵鷹輔助駕駛。不管你買哪個版本，最核心的續航、安全、智能和舒適一樣都沒打折。所以它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已經不在價格本身了，而是一種不逼你做選擇題的尊重。以前買車總得糾結低配怕後悔，高配超預算，但這台車直接把選擇權簡化了，不用糾結，入門版就已經把該給的都給了。好了，本期風雲 A9 的試駕體驗就到這裡，歡迎大家在評論和彈幕留言討論。貝瑞斯基在線求點讚、求關注、求轉發，謝謝各位紳士能看到最後，我們下期再見。